开，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们也得开，救我母亲，是不是啊？你开吧。啊，给你看病这个徐医生，那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，他都说不开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真的非常凶险。你这样吧，你再想想，好吧？也去别的医院再咨询一下。好，大夫，咱们也别说死哈，我也考虑考虑，你一定要救我母亲，好不好？我建议是不开。那我先去了。好，别把片子收一下。完了，谢谢。医生，你得救救我妈啊！拜托你了。开了啊！哎，好。手术我看别做啊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拜托你了。嗨，那是你妈。走了啊。我们走了。张鑫，还有吗？最后一个了。嘿，好。霍老师，刚才那个病人的瘤子真的那么复杂，那么难开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复杂。是这样，这当大夫啊，不单单是技术活，有的时候是心理活。你看那么多组都拒了，连徐神现在都拒了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忙着呢。哎，你先别忙了，我问你个问题。怎么？今天下午有一个门诊被霍老师给拒了，我不太懂霍老师的道理，但是我也不敢问。可我总感觉这件事跟医疗技术没什么关系。那个人来了这儿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他根本就没说实话。你认识这个人？他呀，老二一眼就看出来他有问题，以后要来闹事儿。闹事儿？他怎么知道人家会来闹事儿啊？哎，那个男人看起来很老实啊，而且他的态度特别好。看不出来吧？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，你好逊。我也看不出来，我分不清谁会在未来的原告席上跟我们站在面对面。我佩服老大老二的火眼金睛，可能这就是长期战斗的经验吧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想要在这家医院工作下去的话，除了要提高我的医疗技术以外，还要提高我辨别人的能力，学习勾心斗角。我想这不是我需要从事的职业。哎，英英，你觉得老二这个人怎么样？贺老师，哼得出来不？觉得老师是个医疗败类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老太太的刀不值得开，开了会有问题。另外那个儿子很难讲。可我们不能因为仅仅他的儿子看起来很难讲，就剥夺他母亲的寿命啊！你不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怜吗？你这是两个问题。越是表面上看起来伪善，越竭尽所能跟你卑躬屈膝的人，越有两面性啊。还有那个老太太的刀，如果开了，可能不止一刀，会出问题。那我们就尽量做到不出问题啊。
到现在为止，没有成功率是100%的手术。为什么说大夫越做手术胆儿越小呢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放大的全是那95%的成功率；岁数大了，我们放大的全是那5%的失败率。所以我只给我认为值得开刀的人开刀，不给我认为觉得可怜的人开刀。霍老师，难道你忘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吗？我们从业的时候都发过誓的呀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，是自由民是奴婢，对他们我一视同仁，为他们谋幸福是我的目的。恕我直言，你的武断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。我说的对吗？黄老师，莹莹一直觉得呀，所有的医患关系都应该是剑拔弩张的。后来知道了13姨的事儿以后啊，她才觉得其实挺温馨的。黄老师，您能不能不要把他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就这么给抹杀了呢？小本小肚，多跟老三学啊，这就是见色忘义的典范。这样吧，你如果能把这个病人找回来，我就给他做手术。来，麻烦你把我的杯子放到办公桌上。真的？你都怀疑我人品了，还不真的？一言为定啊！哎。妈妈今天怎么样？生活也是好，她好多了。没什么地方难受吧？来，我看一看啊。还行，手术很成功啊。现在就是多注意休息，明天就可以吃辅食了，啊。哈。这是新收的病人，很快就要手术了。刘教授吧，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，今天看到你了，亲自来查房是吧？还有你们的医院，你刘教授、霍教授，全是好教授、好大夫啊！还有那帮年轻的，年轻有为啊！医院里有这么多的好大夫，加上这么好的条件，我妈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。明天动手术吧。好好休息，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。没有负担，我妈能交到您这样大夫手里，这是她福气，哪有负担？没有。我们也不是包治百病的，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，这点请你放心啊。放心，我们100个放心，哪有不放心的？哎，谢谢医生，休息吧。哎呦，辛苦辛苦，辛苦。这病人你收的，熟人啊？小的们逼我收的。我看这儿子有问题，满嘴没实话，都是虚的。说真的，认真准备手术，千万别出岔子。就价啊！主任让那个老太太儿子给缠住了。哪个老太太？就那个怕出事的老太太。不是都挺好的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去。你母亲这事人家有责任啊！你那么大岁数啊？怎么了？他说呀，他母亲回来以后一切都挺好的，都能下地做饭了。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这1个月回去以后，突然人就反应迟钝了，大小便都不知道。他来问问是不是脑子开刀开出问题了。这个手术完了就回去做饭，是不是累着了？怎么会呢？不是您当初说的吗？正常生活，正常生活就得做饭吧，对吧？开刀之前就会做饭啊。 70岁的人了，这个做完手术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休息。
这叫什么话？人活着总得吃饭吧，吃饭就得做饭，对不对？我不没有那意思。这样，老太太在家呢，还是在医院呢？在医院1楼。啊，那咱们做一个检查，看看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咱们再说。可以啊。啊，那主任，好好解释，啊，人家会理解的。好，来给我吧。哎，理解？我怎么理解啊？你们这叫手术失败，懂吗？这个不叫手术失败，脑积水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，100个人里面总有1到2个，尤其是老年人，脑积液的循环吸收不好，就容易形成脑积水。如果摊上了，只能算是遗憾。那为什么别人摊不上，偏我妈摊上呢？你说怎么补救吧？这个很容易，碰到这种状况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引流术，就是在脑子里插一根管子，引流到腹腔，再由腹腔排出体外。还不难。你见过几个这脑袋上插根管子通到肚子里的？这种手术在咱们医院也常做。那手术费多少3万5到4万5之间。？3万到4万，这是我们城市黄金地段1个平方米的房价。如果用1平米的房价能救1条命的话，我觉得也挺值的。那你们开坏刀的话，这凭什么这东西要我们来负担呢？脑积水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，也属于疑难杂症。这种状况不单单在国内解决不了，现在在世界上也解决不了，所以这个费用，医院也没法出，只能你们负担。我们负担？开刀以前说的好好的啊，开好开坏就你们都不负责，开好了就是你们的功劳，开坏了我们责任，还说我们什么东西长得不好，要不就是推卸什么现在这科学啊没达到这种要求，那你们负担什么？是这样，手术中和手术后有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，在手术前都跟您沟通过，而且老太太刚来的时候，我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说，老太太开这1刀可能就不止1刀，所以这也就是这个老太太在别的医院别人不收的原因，对吧？那我们收了，我们也不可能打保票，而且这个手术当时是您坚持要求做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我坚持要做，这明明是你们想挣钱，我知道开刀是这种后果，我不开了。那您说现在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你怎么办？所以我说咱们做一个引流术。这开刀就不要钱啊，没有痛苦啊，需要医药费啊，我们承担不起啊。你说怎么办？反正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跟您解释清楚，最后的决定还得您来做。你说如果脑袋上插根管子，你确定没事了？我不能确定，我能确定的是，对待这种手术并发症最好的解决办法，现今就是这样。任何一种手术都有风险。你说有多大风险？这手术？这个手术的风险一定大不过我们已经切除掉的那个瘤子。那跟那个开阑尾炎呢？这我比不了，我是神经外科大夫，我没有做过阑尾手术。这阑尾手术很简单，一般医生都会做呀。但也有人死于阑尾手术。开阑尾也死人？是这样啊，作为大夫，我们想做好每一个手术，我们绝不想开坏任何一刀，这个医德我们一定有。但我们不是上帝，现在的医疗水平、医疗科技也有限，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。我跟您说的是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。别说这些啊，头1刀是你们医院开的，第2刀还得你们来。好，那如果您决定做手术，我们做一下准备，这2、3天我们就做。好。老三，哎，来。这个手术之前可能还得跟这个病患和病患家属再聊一次，啊，
啊，你把谈话室准备一下，得做记录。麻烦。对不起，霍老师，都是我不好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要不是我非让你去医这个老太太，可能是这样啊，莹莹，比如说我看病人有我看病人的经验和常识，但也有我的私心。怎么说呢？做大夫的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对于那种没有万一准备的病患，可能我不想接。但这不意味着我做对了。你做的事儿没有错，倒霉并不意味着做错了。但是你的肩膀小，扛不住这事儿，我扛。不多讲，丫头，去吧。喂，老大，我最近胆儿越来越小。你留手术你做的最好，刘三妹那个手术，行，那个手术我替你做。好。背影真帅。生气了？没有。挨骂了是吧？嗨，算个屁呀！当医生这么多年，挨骂挨得多了。对了，去门诊看看顾美人就不气了。他回门诊了。 2天了，人现在每天是笑面如花，跟过去判若两人，都快成医院一景了。人家生死都放下了，你这点破事儿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别气了啊！疼吗？还可以是不是跟以前生病的时候疼的不一样？啊，不一样，现在好多了。以前疼的呀，真是厉害。我帮您消一下毒啊。伤口在眉毛里边，长得挺好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谢谢谢谢。耐心一点，我给您拆线啊。啊。以前啊，我特别粗心，手也重，曾经把病人的血全都弄出来了。现在想想，真的是挺后悔。是吗？啊，那也是经验啊。没有以前做错的，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。这是血的教训。是啊。以后一定得注意了。行了，伤口长得挺好的，血肿也消了。您其实也挺幸运的，是癌症的2期，我是甲状腺癌的3期，也恢复得非常非常好。你要有信心啊，快乐的生活。可以了。我刚才在想，哪有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的专家？好了，医生，真看不出来，你看上去又健康又漂亮。刚才我还在想呢，像你这么漂亮、年轻的专家，是不是这医院又在骗钱啊？
我儿子都上高中了。行了，天热小心感染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哎，再见啊。慢走。哎。Hello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他们说你都快变成医院的新一景了，给主任那屋偷偷。我觉得也许这是重生的快乐吧。哎，你说这挺奇怪的。我以前总觉得这些病人不可理喻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挺好沟通的。问题不是在于他们，出在我的身上。真好，这就是重生的快乐。凤凰键盘，我帮你叫下一个。别再偷东西了。嚯，他脑子也坏。21号。你。小胡姐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会上。哎。嗯。不高兴？没有。是为我伤神的吗？没事儿啊。我这种事儿碰到的多了，还真不是为你，是为我妈。你妈怎么了？心脏早搏，手脚发麻，现正一个人在家躺着呢。你妈这是心病，心病需要心药医。你妈是因为她女儿嫁不出去烦恼。你跟你妈说，放心，霍思淼说的，她女儿要是60、55吧，还嫁不出去我接人。谢了啊，仗义啊。我上个月给我妈请了个保姆，你猜多少钱？多少钱？1800一个月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什么活都没干过，白纸一张。我教她洗碗，教她做饭，教她洗衣服，全部培训好了。亲爱的，人走了，到下一家，你猜多少钱一个月？多少钱？2500，因为有经验。我一个月才挣3900，这样下去我真的请不起啊！凭什么呀？赶上我在医院里3年工资涨幅了，我真不想干了。要不然这样得了，我辞职，我干脆去当护工去。像我这样经验级别的，至少也得8000一个月吧？你说是吧？哈？是。得。谢了。小胡，你呀一定要安心于这个工作啊！咱们这个工作特质呢，这个就是形象好，收入少啊。你要实在扛不住啊，我看你干脆找个医生嫁了完了。哎，最近我对你的印象越来越好。糟糕，肠壁破了。怎么搞的？真是阴沟里翻船了。这老太太以前肯定得过腹膜炎，肠粘连厉害，肠壁又脆，轻轻一分，里子破了。这就是越害怕越出事儿。不会吧？开个瘤子，搞个脑积水，就捅根管子，把肠穿孔了。你这活体试验呢？这是啊？这真是个意外，我们也很遗憾。什么的？你医院出了意外呀，遗憾还会说什么？现在我妈这样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过几天这个肠子会慢慢的恢复的。这什么呀？
前面一个手术，你们说不算事故，现在算医疗事故了，至少算你们医院的工作态度不认真吧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妈如果在手术台上，我这么东拉一刀西拉一刀，你干不干啊？这是人呢，没有人性，活体试验呐！你们哪有这么干的？你们这是啊？妈，不是我。你说怎么办？半死不活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是这样啊，我们也不想在手术中发生意外，但意外有可能就是会发生。你有本事头一刀就把我妈捅死在手术台上啊！我认，我签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凭什么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的？这生鱼片了这是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们什么时候想把他一刀开死在台上？最早你妈来做手术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没说过？我说这一刀开下去有可能不止一刀。是你自己坚持要做手术的吗？像你这种不要脸的医生，我见得多了。你们心里一门心思就是钱。动一个手术一个红包吧，动多少手术了？拿多少红包了你啊？再开了2台手术，我收过你1分钱红包吗？就是没有收红包啊，所以你开不好啊，把我妈搞成这个样子了啊！你们就是这样，拿不到红包。话可不能乱讲了啊！拿不拿红包，我们不会慢待任何一位病人的。讲话是要靠良心的。这怎么不凭良心？你们这屠宰场啊！你这是啊？什么呀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！我们做事说话要凭良心。你不负责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得负责。我告诉你，这医院简直是屠宰场啊！说没人治，我妈头一刀，那个，我跟你们说了，我告你们，我得告他们，我要告你们，我一定肯定告你们。我告诉你，把病历拿出来，把我妈病历拿出来，我告你们！您别生气，什么叫别生气啊？我妈都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生气？您先坐，去把主任叫来。您先别生气，我是我是这儿的医生，有事可以找我。你说话算数吗？做得了主吗？怎么回事？主任，这是患者家属要看病历。这是陈丽，这是我们陈主任啊，拿去。坐。陈丽啊，你母亲的情况没有想到，啊，我们很抱歉。但是你得听我说，这肯定不是事故。你听我说，事故呢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事故是粗心大意造成的。比方讲吧，这个人还没上手术台，管子都插到了肺里头，插肺里不就憋死了吗？你再比如说，本来左脑是癌症，这肿瘤开刀开到了右脑上，哎，这是逃脱不掉的事故，是不是？你母亲的情况完全是意外，我们没有疏忽，更没有想害她的意思吧？这完全是巧合。哎呀，我分析啊，你母亲岁数大了，肠子比较薄，比较脆，在分离肠管的时候，容易造成肠壁损伤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也别着急，别上火了。过2天老太太好些以后啊，我亲自上台，给她做一个肠壁修补术，啊，很快，不是大手术。你说我们医院天天动刀，哪有刀都成功啊？是不是？也有不完善的地方，没关系。出问题呢，我们很快解决，达到病人满意，把病人治好不就得了吗？你说呢？领导，我们也不是胡闹，对吧？本来就是个小手术，现在是越搞越糟啊！而且手术费用这么大，我们没有家地的，对吧？我又下岗了，就吃低保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咱们这样吧，下次手术啊，我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，啊，不给你们增加经济负担，行吗？哎，我再说明白啊，我这么做可不是承认我们失误啊，我们主要从病患的角度考虑，大家呢一起网开一面，把病人治好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这个手术没法做了。主任，这是患者的病历。这病历给我，这是我妈的病历，我得看看。今天咱们不谈了啊，我得找专家看看。
律师是吧？哎，我这儿有个官司想请您帮忙。听说你打这种官司是最好的啊。来，陈先生，喝杯水。很不要脸的说啊，我打这类官司确实非常好，应该说胜率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说我也贵啊，一半一半。一半？一半。这我们家遭罪，你等着分钱啊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那个1/10吧，啊，一半太多了。不是，一般都是您这种反应，但是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一半有一半的道理。我呢以前是一个医生，后来转行做的律师。你想想看，我为什么不接这种离婚官司、知识产权官司？我专接医疗纠纷官司，因为我对这类官司特别的了解，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出这类官司的问题。别说别的了，就给你举一个小例子，给你一个那个化验单，比如说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肝功6项，那些加号、减号、什么上升号、小箭头是不是把你搞混了？我听都听糊涂了。所以说我最清楚这个，贵有贵的道理，一半能接受吧？啊，那一场官司下来赢个10万8万的，你一半你拿走，剩下的我还不够医疗费的。不是，我没那么黑啊，我是这样的，我是除去你这个手术费用之外，盈利部分1人1半，公平吗？要说公平也不算公平，受罪的是我老妈，对吧？对，您说的对。其实最不公平的就是你母亲，她受罪，到时候我们分钱，您说呢？哎，你喝口水，我看一下病历。这个，我是，那不是要不要签一个合同啊？这个，否则你怎么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一旦形成代理，我们会签一个委托书的。好，这个，好，让我先看一下。您看，您喝水，您喝水。哎，谢谢。陈先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官司呢，我不能接。小陈，哎，顾律师，小陈，顾律师，小陈，送一下陈先生。顾律师，顾律师，咱们都说好了对吧？这价钱一半我都依你了。去吧，小陈。你为什么不接呢？啊，接吧啊！这样，陈先生，我首先向您道个歉，是我不好。那个，声明一点，有一点是我个人的原因，还有就是我看了病历之后呢，这应该算意外，不算事故。真的，算意外不算事故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。如果你非要觉得医院应该赔偿的话，你这样，你通过个人，你去和医院协商，能得多少得多少，剩下就算了。什么叫算了？就这么简单？你说算了？这不可能啊！哎，你想。我老妈现在浑身上下躺在医院，全是刀疤呀，还插着什么输油？不，什么叫导流管？70多岁的人容易吗？你说算就算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你得帮忙啊！陈先生，咱们小点声说话啊！我们这样，你先坐。不是你急也解决不了，你先坐，我坐下跟你说。陈先生。我现在做一个假设啊，比如假如我接了这单案子，我们俩现在是不是利益共同体了？对啊。那行，假如我现在接了这单案子了，您呢开诚布公的跟我说点实话，你单纯是为了你妈妈咽不下这口气，还是想通过这个事儿捞笔钱呢？两个都有吧。那成，那我也开诚布公的跟您说，如果让我接这单生意，帮您从这个事儿捞笔钱，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。但如果你真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想跟您说点我心里话。您是我长辈，您年龄比我大，您阅历比我广，是不是？您走的路比我长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要允许意外的发生，是不是？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。真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还想不来这个的话，我从医学上有这么2个相关的历史人物，
一个叫胡适，一个叫梁启超。行，什么梁山伯呀，什么梁启超呀，我都不认识啊！你就实话实说，你就说这个算了是吧？是。什么狗屁律师啊你？我请你打官司啊，你给我上课呀？不是你听我，你占着谁的利益啊？不是你听我说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？如果接了这单生意，我打赢这个官司，你赚钱我赚钱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。钱不是一个坏东西，钱本身是一个好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赚这个钱呢？但是我以前做过这个医生，我现在改做律师了。我原来想做这个律师的时候，我就想出口气，但该出的气出了，该接的官司不该接的官司，该赚的钱不该赚的钱，我都做了。但这种事儿只能做几次，做多了就缺德了。从我这儿说，我没说你啊，所以这单事儿我不做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如果算事故，就算缺德，是吧？好，没说您啊，咱不算事故。我现在告他们故意伤害。不算事故，你怎么告人家故意伤害？怎么不能啊？就凭他们问我收红包，我没给，哈，就把我母亲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看看啊，这什么？就让我看看不送红包的下场，这叫杀鸡儆猴呢，杀鸡儆猴，懂吗？不是，陈先生，你那个进过手术室吗？我没事上那去干嘛？不是你没进过，我进过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是一个医生，对不对？没有差别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差别。哦，然后医生进了手术室之后，掀开布说，哦，这个病人给我了3500的红包，我给他好好做。咔一掀布，这个病人没给我红包，我不给他好好做，没有差异。人家每一个医生都是有良知的，有职业道德的。你要真要说有差异的话，有，确实有。他做完手术推出来之后，跟一个小护士说：“你那个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你看护的时候稍微多看2眼，有这个差异。也许啊，3、5年之后一个夜晚，你忽然你觉得头疼脑热，你哪怕你脚底生疮了，你忽然想起来，我给医生送个红包啊，你给他打电话，他绝对记得你，就这点差异，其他没有。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就是铁了心，不接这个官司了。是。好，你不让我走这个阳关大道，那我自己走羊肠小道。哼，少了你，我就不信我走不了路。我告诉你，就凭他们医院没收到红包，把我母亲当成活体试验，哼，就凭这我能红遍媒体，我就不信搞不倒搞不臭他们。哼！等等，陈先生，我现在平心静气的问您个问题啊。如果如您所说的，你要通过媒体搞臭他们、搞倒他们，谁给你母亲治病？你信不信？我搞倒他们，搞臭他们，照样让他给我母亲看病。我相信您干得出来。可能我以前做过医生，我现在特别想和你说几句话。包括我在做医生那个时候，很多医生碰到可做可不做的手术，我是指有机会把那个通过手术把病人治愈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不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种人存在，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。为什么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？也因为有你这种人存在。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又要让人拯救你的生命，又要诋毁别人的职业和人格？凭什么？啊？谁还做医生以后？凭什么？没人做医生好啊，那就没有病人了。
谁啊？那个老二，我超华。最近你可能有祸要上身。不用你咒我。不是你听我说，刚才有一个人来找我打一个官司，我一看是关于你们的。这人非常非常难缠，你和医院商量一下，尽量和他和解啊，别出什么事儿。行，我谢谢你的美意，好吧？那这样。喂。有些困惑，任性在心的角落，隐藏自我，你喜欢独自承受。因为冷漠，爱在半空中坠落，拒绝感动，一股心当洒脱。你笑了，我快乐；你沉默，我失落。还有什么？